当地时间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在美国马里兰州举行会晤。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老调重弹，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到底有何盘算？ 本次美澳2+2部长级磋商主要讨论印太地区安全等议题。会谈结束后，美澳双方在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强调区域伙伴关系在促进印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性，并同意加强防务合作。Today, yet another step forward in deepening, strengthening that alliance. President Biden has called it an anchor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Indo-Pacific and around the world. 美国防长奥斯汀表示，将增加美国轮驻澳大利亚的军队数量，包括更频繁轮换轰炸机部署，以增强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All this will mean more maritime patrol aircraft and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operating from bases across northern Australia. It will also mean more frequent rotational bomber deployments. 公开资料显示，美国在澳大利亚并无驻军，但美国海军陆战队每年有6个月驻扎在澳北部城市达尔文。目前，美国正与澳大利亚推进多个关键基地的升级，以增加可接纳其海军陆战队和来访的空军中队的设施。其中，达尔文皇家空军基地及丁达尔皇家空军基地2处场地正处于升级调查阶段。 澳大利亚防长马尔斯对此表示欢迎，认为相关部署有助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此外，马尔斯表示，美澳还将在武器制造领域加强合作，以增加对印太盟友的供应。双方预计2025年开始联合制造制导武器，其中就包括俄乌冲突中被乌克兰广泛使用的制导多管火箭系统。 事实上，作为美澳年度防务对话的立牌菜，今年双方也在声明中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外界注意到，联合声明中虽强调了与中国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但之后话锋一转，无端指责中方在南海及台海采取的行动是危险的，并扬言未来美澳两军将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定期举行演习。有分析指出，这显示出美澳关系的加强，实际上是在以遏制和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印太战略为核心的框架下进行的。 有观察指，美澳2+2会谈是一个常规的年度性对话机制，但今年的会谈有其特殊背景，即美澳双方均面临国内政局变化的不确定性。美国将于今年11月举行大选投票，而澳大利亚最迟于明年5月大选。因此，此次会谈除了保持以往的合作基调之外，观望并审视各自政治、外交政策动向也是双方关注的重点。另一方面，澳大利亚长期以来被美国视作开展印太战略的重要支点，并期望澳大利亚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但这与澳工党政府上台后积极寻求改善对华关系背道而驰，因此双方在对华态度上能否步调一致，仍是未知数。 从总体来看呢，尽管说美澳联盟的这种可靠性还是比较强，但是联盟内部它确实也存在着一些利益分歧。比如说，澳大利亚是中国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与中国的贸易合作对于澳大利亚非常重要，所以这也使得澳大利亚在安全和经济中，在中美之间如何选择，它其实也面临着一定的这种选择的困境。 好，来关注美国大选。当地时间6号，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以及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以美国大选民主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身份开启首场竞选活动，期间两人火力全开，大力抨击竞争对手。So Pennsylvania, I'm here today because I found such a leader. Minnesota. 哈里斯及其副手沃尔兹6号在费城首次合体亮相。根据哈里斯竞选团队的说法，这场设在费城天普大学的竞选集会吸引了超1.4万名支持者，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竞选集会。体育馆被挤爆，不少人只能等在场外。但美媒及民调机构当天的调查显示，全美有70%人都不熟悉沃尔兹，因此这场集会的重点就成了向选民介绍沃尔兹的场合。哈里斯当天向支持者介绍了沃尔兹的背景，称他曾是一名高中教师和橄榄球教练，国民警卫队老兵，前国会议员。And in 91 days, the nation will know Coach Waltz by another nam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哈里斯还高度赞扬了沃尔兹作为中产阶级斗士和爱国者的形象。He is the proud product of a middle-class family, and strengthening the middle class will be my defining goal.As I am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沃尔兹随后表示，特朗普和万斯代表富人利益，注定不会为中产阶级服务。Donald Trump's not fighting for you or your family. He set his country club up in Mar-a-Lago, wondering how he can cut taxes for his rich friends. 值得注意的是，万斯凭借其畅销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一直深受美国中下阶层的喜爱，自诩代表中西部农民群体的利益。外界普遍认为，沃尔兹和万斯在这一点上略有些撞型的意味。JD studied at Yale, had his career funded by Silicon Valley billionaires, and then wrote a bestseller trashing that community. Come on! That's not what middle America is. And I gotta tell you,I can't wait to debate the guy. 值得注意的是，哈里斯和沃尔兹的组合展示出了强大的吸金能力。哈里斯竞选团队表示，宣布副手当天筹到的竞选资金已超过2000万美元。多项民调显示，哈里斯几乎抹平了特朗普的领先优势，甚至出现赶超之势。据悉，哈里斯和沃尔兹将从6号起展开5天的密集竞选活动，走访各摇摆州。此前有分析指出，在拜登退选之前，特朗普在南方阳光4州的支持率明显高于拜登，而两人在北方铁锈带3州的支持率大致相当，因此哈里斯急需在一个中西部州或阳光地带州拥有影响力的竞选伙伴。民主党需要重新关注农村选民，而沃尔兹有助于弥补哈里斯在这些地区的劣势，有助于民主党在中西部各州获得白人工薪阶层的支持。Walz will appeal to those necessary Rust Belt swing state voters. But what I'm already hearing from Democrats, Kana, is it also depends upon how the Harris campaign uses him. Do they deploy him in those instances where he can have those organic campaigning moments with Rust Belt voters? They believe he brings something to the ticket that Harris lacks, that appeal to those Michigan, Wisconsin voters, etc. 宾夕法尼亚州作为7大摇摆州之一，数次成为决定美国大选结果的主战场。此前，外界曾广泛认为哈里斯将选择宾州州长乔什·夏皮罗为竞选搭档，以争取宾州选票。根据福克斯新闻报道，哈里斯选择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作为副手人选，遭到一些美国媒体质疑，认为他的这一选择出乎意料。毕竟明尼苏达州是传统意义上的蓝州。另一方面，共和党也在竭力应对哈里斯和沃尔兹这对新组合可能带来的影响。万斯在哈里斯公布副手人选的当天就回击称，选择沃尔兹反映了哈里斯政策立场上过于激进，不利于美国的经济。It just highlights how radical Kamala Harris is. This is a person who listened to the Hamas wing of her own party and selecting a nominee. This is a guy who's proposed shipping more manufacturing jobs to China.此外，沃尔兹与中国的经历迅速被美国政客和媒体挖出。长期以来一直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小报《纽约邮报》6号大肆炒作沃尔兹过往在中国的经历，称沃尔兹曾在中国广东佛山教书1年，而他后续在接受美媒访问时也毫不掩饰他对此行的称赞。纽约邮报还酸溜溜地形容沃尔兹对自己居住的中国城市给出了热情洋溢的评价，理由是他在访问中说那里几乎没有犯罪，他从来没有感到过威胁。解放军南部战区7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为南海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战群，一切尽在掌握之中。鉴于当前的南海局势，这则消息虽短，但内涵很丰富，也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据解放军南部战区官方微博消息，8月7号，南部战区为南海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战巡，旨在检验战区部队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打击能力。一切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之中。观察指，南部战区发布的这则消息虽然很短，但内涵很丰富。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打击这3种能力是解放军对一切挑衅性行动采取的有针对性的作战程序和措施，表明解放军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首先，侦察预警表示具备快速发现在我周边海空任何范围的挑衅性行动；快速机动则表明我舰艇飞机能快速出动，赶赴现场采取应对措施；而联合打击则是针对任何对我实施侵犯行为的势力实施海空联合反制，确保海空控制权，掌握主动权，并根据情况进一步展开打击行动，维护我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南海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战巡传递出的威慑信号是非常明显的。菲律宾现在跳得特别欢，不仅在仁爱礁、仙宾礁、黄岩岛等南海岛礁呢频频搞事，而且还积极和域外国家联手搅动南海局势。今年以来，美菲、美日、澳菲、日菲不断在南海进行联合军演或联合巡逻，甚至还发展到了菲律宾和越南进行联合军演，使得南海局势呢不仅无法缓和，反而变得更加严峻。外界注意到，7号当天，美国、菲律宾、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海空军开始在非专属经济区开展为期2天的多边海上演习。这是4国之间首次联合演习，以加强部队之间的互操作性，也是过去10天之内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进行的第3次演习。7月31号，美菲2国海军在南海举行海上联合演习；8月2号，日菲又在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对于这一连串的动作，有分析指出，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在南海地区搞演习，看似在涉海问题上增加了底气，但实质上非引狼入室的做法，不仅导致大量军事力量在南海集聚，也冲击东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中心性。当前，东盟国家中只有菲律宾毫无战略自主性，美国的取向就是菲律宾的取向。如果不加大对菲律宾马克思政府的反制力度，那仗着域外国家撑腰的菲律宾搞事的嚣张气只会越来越高。现在解放军南部战区部队在南海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战巡，就是在警告菲律宾和其背后势力想要搞乱南海，挑衅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解放军绝不答应，而且解放军完全有能力战胜一切挑衅。多方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升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号表示，这段时间以来，美国一直与这一地区的伙伴保持联系，各方的明确共识是，任何人都不应该使冲突升级。布林肯说，美方已经直接向伊朗传达了这一信息。布林肯重申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But everyone in the region should understand that further attacks only perpetuate conflict, instability, insecurity for everyone. And further attacks only raise the risk of dangerous outcomes that no one can predict and no one can fully control. It's urgent that everyone in the region take stock of the situation, understand the risk of miscalculation, and make decisions that will calm tensions, not exacerbate them. 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马克龙在电话中表达了对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担忧，并要求伊朗保持克制。佩泽西奇扬表示，基于国际法和国际准则，伊朗不会在受到侵犯后保持沉默。他还表示，美国和西方国家以双重标准的态度支持一个不遵守任何国际法律法规，在地区实施犯罪行为的政权。如果美西方真的希望维护地区稳定，他们必须停止支持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犯罪行为，并要求以色列接受加沙停火。那我看呢，他现在呢是主要倾向是不希望此轮这个伊朗带领的抵抗轴心对以色列的报复触发酿成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直接战争，也不希望这一轮报复会酿成这个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也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他是不希望这样做的，但是呢，又不得不为这个局势万一失控做出这个准备。